如果僵尸战力有排行的话，那么这个僵尸绝对是战力天花板。他身穿黄金盔甲，眼冒银绿光，飞天遁地，隔空吸人精血，一身铜皮铁骨，不惧任何物理攻击，就连镇尸符贴在脸上也没任何作用，并且他一刀下去带起来的冲击波，能将周遭活人全同化成形尸，更是在触摸马匹的身体时，能瞬间将其变成拥有自我灵智的战马。那么，这只史无前例的僵尸是怎么消灭的？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还要从这个小镇说起。当年殷叔带着3个徒弟行走在世间各个角落降妖伏魔，后来他在这个小镇布局，没了主心骨的3个徒弟，也就索性在此地定居了下来。大师兄秋生开了一个拳馆，广收门徒，虽说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勉强能够自给自足。文才这个娘娘腔开了个纸扎铺，算是延续了殷叔的半分衣钵。最不靠谱的就要数阿龙了，每天摆个挂摊，坑蒙拐骗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大清早就喝，早晚喝死你个烂酒鬼啊！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师傅有教过你测字算命、看相摸骨吗？坑蒙拐骗，不学无术。师傅教你一身本事，你怎么还做个臭武夫呢？烂酒鬼，臭武夫！还有殷叔收留的那只小僵尸，白天在文才的纸扎铺里睡觉养神，晚上和3人的干儿子小宝一起玩耍。然而这种平静生活随着张大帅的到来被彻底打破，因为大帅的狗头师爷是一个道士，他看出小镇3面环山，1面向水，是上好的紫气东来聚阴地，算出附近肯定葬有王族贵胄的大墓，此行目的就是打着驻军的幌子，挖出墓中冥器以及古尸卖给洋人换钱。结果巧合的是，师爷在探寻大墓具体位置时，竟意外发现小僵尸藏在纸扎铺里，他立即掏出镇尸符将其控制，准备带回去向张大帅邀功请赏。可殊不知，一旦小僵尸遭遇不测，文才身上与之有契约的项链会瞬间亮起。这边师爷还没出门，就被秋生2人给堵在了屋里。他见状摆好架势就准备迎敌，一会儿螳螂一会儿蛇拳，一副稳操胜券的宗师风范。不曾想在秋生亮出沙包大的拳头时，师爷秒变一只乖巧病猫。被这么胖揍一顿，师爷委屈巴巴地找到大帅，表示秋生3人以道士身份居住于此，极大可能是盯上了这里的大墓。而大帅一听这是想从他狗嘴里夺食，当即派副官去找3人麻烦。到了地方后，副官直接一通嘴炮式辱骂，气得秋生摩拳擦掌的就要动手，可对方手里有枪有炮，文才立即偷偷拿出2块银元打点关系，这才送走了副官几人。随后文才拿出刚刚偷偷捏下的副官头发，师兄弟3人会心一笑，接着秋生用一张黄符将头发包住，双指夹紧默念法咒，使其无火自燃后再丢进茶杯之中。这种术法叫傀儡术，在阿龙喝下混合头发的符水后，他就能和副官合体。喂，你跳得浪一点吧，平时不是挺闷骚的吗？闷骚点儿。副官在大街中间做尽各种粗俗下流动作，同行几人赶紧将他抬回大帅府。闻讯而来的师爷一眼看出了猫腻，当即一拳打出破了傀儡术法，接着说出这些都是秋生3人所为，并鼓动大帅下令将他们抓进了大牢。当夜，大帅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进山，在将墓中所有冥器洗劫一空后，还带回来了一只红漆棺木。结果这一幕恰好被藏起来的小僵尸看见，他感应到棺中有一股滔天尸气。再说队伍回到大帅府后，师爷虽然没有察觉到尸气，但却认出了棺材上的符咒叫万福镇棺。他劝大帅将棺材在太阳底下暴晒7天，吸足阳气后才能开棺取尸取宝，因为能配得上万福镇棺的尸体。据说生前是帝王为了平息2国战乱，特意处死自己的忠臣爱将，向敌国以示诚意。由于担心他们死后怨气难消，化成僵尸或者邪祟来找自己报仇，帝王这才请道士做法以万福镇棺下葬。可大帅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手下副官财胆包天，竟偷偷趁守卫去厕所方便之际，想打开棺盖顺个1、2件冥器，不料途中一只野猫跳在了棺盖上。副官见状赶紧动手开棺，殊不知棺盖被湿气牢牢吸住，他使尽全力才顶开了一道细缝。这时守卫回来站岗，副官赶紧躲在墙角的阴影处。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大量地气顺着缝隙进入了棺材之中，紧接着连接处冒出银银绿光。见此一幕的守卫刚想上前，就被一股强大吸力拽了过去，还不等2人发出声音呼救，全身气血瞬间被吸得干干净净。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大帅众人急忙跑出来查看情况，只见棺材上的符咒若隐若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冲破封印。而下一秒，机甲僵尸！完了，给我开枪打！与此同时，牢房里的看守全跑到前院支援，小僵尸小宝趁机偷偷溜进来，一掌劈开锁链，救出了秋生3人。